可而止，我气笑了。要不要让你妈说说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傅雨兰从小最怕他妈，眼底浮起愠怒，让保安把晕倒的丈母娘送去了冰库。我想要阻拦，却被傅雨兰让人死死钳制。顾念晨，你最好安分一点，你妈万一冻死了。看我老婆有钱，就想取代我小三上位，还想给我儿子当爹。他吩咐保安，还犹豫什么？赶紧把这舔狗男和疯女人拖出去，把我的副卡抢回来。丈母娘咽不下这口气，跟保安撕扯起来，被他们在地上拖得晕了过去。他们想抢我手里的副卡，见我不松手，就要掏出电击棒。傅雨兰快走而来，厉声阻止。你们要对我老公做什么？他把我上下检查了一遍，见我没有受伤，才松了口气。李航检查出艾滋的事早传遍了整个行业，谁知道傅雨兰染没染上？我觉得脏，一把甩开他。傅雨兰，他是你的野生爹吗？我的主卡怎么在他呢？这边动静闹得大，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都笑话我是傅雨兰舔狗，看别人有钱想上位。傅雨兰不必要的压低声音：念晨，李航只是工作优秀，招人喜欢，我妈又实在厌恶你，才随手把卡给他了。丈母娘什么时候被人指着鼻子骂我，气得手指发颤，抬手就要打那男人。一群保安冲出来挡在我们面前：李先生是我们尊贵的楼王业主，请你们不要无理取闹，并交还业主财物。这副卡分明是我自己的，是傅雨兰出门前说要替我讨好丈母娘，才带走了主卡。我才跟他们说明情况，就被那男人怒吼打断。主卡在我手里，你还要狡辩什么？你就是这辈子没被女人滋润过，才会这么饥口不要脸的抢还了别家中的孕妇吧？他让保安立刻把我和丈母娘扔出去。保安照做，丈母娘被他们推搡的摔在地上，拿手术刀的手被尖利石子划出长长血痕，周围人都对他指指点点，他几乎维持不住体面。灯光划过，我终于知道那男人是谁了，是同行厂家的医药代表李航，也就是我老婆口中的李代表。他竟为了这个男人一再削减我药厂的配额。我想先把丈母娘扶起来，李航就一把拽住我，手指狠狠掐进我皮肉。沈大少爷，你的药更安全。我妈看好他，才缩减了你20%配额，你再吵下去，他肯定都给你取消了。他妈还在这，他就睁眼说瞎话。我面露嘲讽：傅雨兰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他下意识要解释，李航就护着他肚子满脸愠怒。老婆，他欺负我，孩子肯定被气坏了。围观人窃窃私语，我怎么瞧着刚来这男人更有底气？该不会真是傅雨兰大过年跑出来跟小三鬼混的吧？鬼混还敢给小三怀野种，那可有热闹看了。傅雨兰眼里慌乱一扫而空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阿航才是我老公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污蔑我们夫妻。他小声跟我说李航年纪小，受不了刺激，让我适可而止。我气笑了。要不要让你妈说说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傅雨兰从小最怕他妈，眼底浮起愠怒，让保安把晕倒的丈母娘送去了冰库。我想要阻拦，却被傅雨兰让人死死钳制。顾念晨，你最好安分一点，你妈万一冻死。更有效果，更廉价有什么用？要再好，副院长那么重体面的人，也绝不会跟你这种母子都丢脸的人合作。没了本事最大订单，你的药厂等着关门大吉吧！我一把甩开李航，丈母娘就冲过来要讨个公道。体面人发疯更失控，那群保安怕他伤害到楼王业主，死死抓着他伤口。我怕他自此上不了手术台，忙推开保安护住他。你们看清楚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楼王业主？立刻让傅雨兰滚出来！我举起手机，照片里正是一张楼王的付款发票。保安脸色都脸色一变，骤然松开了拉扯丈母娘的手。为首的人刚要进一步核查，李航就猛地甩过来一个盘子，打掉了我手机，屏幕应声碎裂。李航趾高气昂：这里所有人都认识我们夫妻，你是业主，怎么没人认识你？狗男人，为了勾引我老婆，还处心积虑 P 假图，你手机里肯定还有假结婚证。你爸那么有钱，肯定给你找年轻小妈生2胎，到时候你的家产可就是别人的了。啪！我挣脱开，一巴掌扇在了傅雨兰脸上。畜生！他竟然连自己妈都认不出，还用他妈威胁我。他明知道药厂经营是我继承家业的考验，却一再压缩我的配额，让我的药厂资金链岌岌可危。傅雨兰脸色沉得能滴墨。顾念晨，我已经有老公了，请你自重离开，否则我就让保安扔你出去了。刚才还面露犹豫的保安，此刻都一脸鄙夷地看向我，眼看要拖走我。李航不满地叫起来：他不能走！老婆，他偷了我的副卡，得给我下跪道歉！
不然我就报警抓他们这对贼母子。周围都是声援，他的叫好声我觉得可笑，直接掏出手机，不用你报，这警我来报。楼王业主顾先生，我报警电话还没拨通，就见物业经理堆笑朝我赶过来。我突然想起当初结账时就是他服务的我，听见了吗？我才是楼王真正的业主。丈母娘与我积怨已久，我为了老婆主动缓和关系，不仅让老婆单独陪她过年，还花60万请国宴主厨上门做年夜饭。可转头我就刷到他小号发的卖惨贴，女婿太嚣张怎么办？我出钱又出力，他却连续3年拐走我女儿，让我一个人孤零零过3年。我为缓和关系送全金名表，他连句话都不回，话里话外指责我不孝，抢走他原本贴心的女儿，让他成了孤寡老人。评论区都跟他同仇敌忾，骂我，甚至要人肉网暴我。我懵了，处事分明已经提着我买的100万级燕窝到我老婆发的地址开工了啊！我气得上门质问，可丈母娘家里竟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正和老婆通电话，电话里老婆还在捍卫我。念晨为帮你避嫌，主动缩减配额，真的很委屈。你再拿200万给他买个贵重的礼物哄哄他，谁让女儿被老公拿捏了呢？妈多包容。丈母娘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电话里男人轻讽：老不死的，明知道雨兰爱我，还敢为难我，不想付出就想要好处，他肚子里我的重可不答应。丈母娘和面前的我面面相觑，反问电话里的男人：你不是顾念晨？还不等那边男人开口，傅雨兰就压低声音接过话头：不是念晨是谁？妈，我就这么一个老公，你可别胡说害我。他被你气坏了，赌气还要收紧20%配额。你快把他看上的200万跑车买了吧，就当为了你的外孙和患者们了。我知道你想为患者争取最好的药，才跟顾念晨缓和关系。李代表的药也能替代40%药效价格只贵了一点。您先从李代表那采购。丈母娘是本地最大医院的院长，为避嫌结婚3年不准我这个药厂老板上门，甚至要消掉原本属于我药厂的配额，逼我破产。之前是老婆据理力争才为我保住1半配额，可没想到原来削减我药厂配额的不是丈母娘，竟然是傅雨兰。愤怒战胜了理智，我刚要抢过手机骂人，那边电话就挂断了。我和丈母娘都从对方眼里看见了震惊，显然向他狮子大开口的不是我，一再削减我药厂配额的也不是他。看见厨师给我发的定位，我邪火更是腾腾上窜。傅雨兰和那男人竟然在我给丈母娘买的度假村楼王。我和丈母娘在飞机上对了账，我这么多年送的上千万补品和车房礼物，他一样没收到。他送的名表、豪车，还有替我家亲戚安排的治疗，我也闻所未闻。丈母娘这个一向骄傲体面的女强人，脸上愧色和愤怒交加。我们直奔度假村拍卖秀找人，刚刷卡验资，一个陌生男人就愤怒地冲了过来：我老婆都怀上我血脉了，你跟这个老婆子还敢勾搭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我刚想让保安把我丈母娘从冰库放进来，那物业经理就近乎谄媚地跟我擦肩而过，我差点认错尊贵的楼王业主夫妻，该长嘴。周围传出此起彼伏的嗤笑声，都说我想瞎了心，8成有妄想症。物业经理让保安牵钱制住我，按着我的脖子逼我给李航道歉。你当初亲眼看着我付的钱，傅小姐的正牌老公在那，你还敢多嘴？还不立刻下跪道歉，滚！傅小姐老公可是低调的首富继承人，惹恼他你10条命都赔不起。他竟把我当成男小三了，我抵死不从。傅雨兰不耐烦地挥开物业经理。阿航一个人打拼到如今成就，已经够辛苦了，你别再惹他生气了。我妈在写论文，她工作向来严谨，你确定还要这吵嚷打扰她，让她更厌恶你？你妈就躺在冰库，要是你再不答应，我就让人扒了她衣服，先把她冻残。我一口啐到她脸上。混蛋！警察看他的态度，已经无形中相信了我的话，可当他们收到照片时，都一脸欲言又止地看向我。顾先生，很遗憾，你的结婚证是假的。他们把放大了800倍的图片给我看，那个钢印竟然是画上去的，假的拙劣又愚蠢。周围爆发出笑声。报假警是要坐牢的，这回首富继承人和傅小姐终于能摆脱这个死捞男了。我看这男人不应该去警局，他这么疯，应该去精神病才对。幸亏他不是有钱人家的独生子，不然我有这种丢人儿子，家产宁可扔了也不给他继承。我脑袋里阵阵嗡鸣，怎么都没想到，我这3年的婚姻竟然就是一场笑话。顾不上伤心，我赶紧抓住警察。冰库，他们把我丈母娘拖进了冰库，求求你们快去救她！我话还没说完，傅雨兰就打断了我的话。
你不要再发疯了，大过年的警察已经够辛苦的了，没空陪你闹。他说他不跟我计较。警察怜悯地看了我一眼，竟然替我向他表达了感谢。我浑身肌肉一瞬间泄了气。也是，谁会相信一个有妄想症的疯子的话呢？我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傅雨兰，你会后悔的。他不以为意地轻笑，让我立刻给李航下跪道歉。现在没有人会来救你了。见我还不肯服软，他把冰库的监控对到了我眼前。监控里丈母娘被冻得惊醒，一群壮汉撕开了丈母娘的衣服，她近乎嘶吼的求救，但没有人放手。不知道谁盖上了镜头，监控漆黑一片，只能听见丈母娘的凄厉的哭声。顾念晨，你太不懂事了，难怪我妈不喜欢你。你现在立刻跟李航道歉，我去帮你跟我妈说好话，至少保住你最后剩下的配额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他喋喋不休时，我已经给我爸妈发出了求救信息。丈母娘在监控里的叫声越来越惨烈。傅雨兰，该后悔的是你，那是你妈。他嗤之以鼻，让保安过来压住我下跪。我妈是体面的大院长，谁敢对她做什么？倒是你。那是你妈。傅雨兰愣了下，随即哈哈大笑。我的谎言太拙劣了，她压根儿不信。他动了动手指，让人去扒丈母娘衣服。顾念晨，你要记着，你妈后半生再惨，都是你造成的。丈母娘一辈子要脸面，她怎么能接受被陌生男人扒光衣服？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松口。你让人松开我，我给李航下跪道歉。傅雨兰眼里闪过意外和心疼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。你的性子的确该磨一磨，这回也算你自讨苦吃。所有人都等着我给李航下跪。我突然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快速说出了自己的位置。周围人都觉得我疯了，偷别人副卡竟然还敢报警。只有傅雨兰和李航眼里闪过慌乱。警察很快赶到，知道发生了什么后，问我怎么能证明自己是楼王业主，是傅雨兰的老公。我手机屏虽然碎了，但还能传照片。我把结婚证发给警察。这点小事，你至于闹到警察那吗？趁着没发过去，立刻终止。如果那个男人是首富继承人，他为什么还一直说他是小三？保安吓得立刻松手。就在我差点无力的跪在地上时，我妈拉住了我。念晨，站起来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没有任何人配得上让你跪。我妈想将我拉起，膝盖触地的声音还是沉重的响了起来。但不是我跪在了地上，而是傅雨兰跪在了地上。公公婆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妈冷笑。我们再不来，还见不到这一场你用我威胁我儿子下跪的大戏呢。亏我们还一直夸你是个难得的好孩子，看得清自己的位置，从不肖想自己不配的东西。傅雨兰敢伤害把他妈塞进冰库，是因为他以为自己的阴谋一定会得逞，以为我们顾家为了不让资产外流一定会求他，以为我体弱的母亲只要进了冰库就非死即残，根本没有机会说出是谁害了他。可不代表他在面对我妈的时候真的不害怕。傅雨兰一脸讪笑。妈，等你妈出了丑事，我妈绝不会再跟你的药厂合作。你的药厂一旦破产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没有继承家业的能力。我这个社会公认的首富儿媳，只能勉为其难地替你挑起大梁了。谁让我身体好治理家呢？他竟然还坐上鸠占鹊巢的春秋大梦。就在我膝盖即将触地的那刻，我妈的声音穿过人群传来。我出了什么丑事，能让你威胁我的儿子？保镖开路，我爸妈气势迫人地走过来，全场一瞬落针可闻。爸妈看多了豪门继承人被绑架的案子，为了保护我，决定在我正式继承家业前保护我的所有信息。所以除了亲近的人都没有见过我，但不代表他们不认识我爸妈。刚才还对我冷嘲热讽的人群，几乎个个脸色煞白。半晌才有人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我没看错吧？这是首富夫妇吗？他们说那个外面来的男人是他们的儿子。可是傅小姐不是一直说自己老公是首富继承人？你听错了，我没想用您威胁念晨，我只是觉得他大呼小叫污蔑一个小男孩的名声有点过了，提醒他改正而已。他西行到我面前。念晨，我跟你解释过的，我跟李航没有关系。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只是来跟我妈谈工作而已。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妈拉近关系吗？我只是担心你闹大了，影响到我妈对你的印象，才一直阻止你。这回所有人都听清楚了，
原来她一直在狐假虎威嫁给首富继承人，竟然还敢出轨。有人没忍住出声：“你刚才可是说李航是你老公，说顾先生是伪造结婚证的舔狗捞男。”傅雨兰立刻否认：“胡说，顾念晨就是我法律上的老公，我们是受法律保护的。老公，你手里那张照片之所以是假的，是我怕你离开我。”他这几句话还真忽悠到了几个人，都以为他真是为了别人的名声，怕李航被无妄之灾地误解，才冒着危险顶撞我这个首富继承人。我冷笑：“怎么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？你这么紧张他？”他一口否认，满脸都是我竟然误解他的痛心。我直接戳穿他：“那就好，不然我还怕他一会儿给我下跪，你心疼呢。既然他诬陷我偷了他的副卡让我下跪，那现在已经真相大白，是他偷了我的主卡，他是不是更得给我下跪磕头？”李航瞪大了眼睛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就是个侥幸投胎好的废物！雨兰这么好的田你都下不去种，也敢让我下跪？”傅雨兰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回所有人都想起了这对奸夫淫妇之前是怎么颠倒黑白的了。傅雨兰压低声音：“顾念晨，你疯了吗？你不想改善在我妈心里的印象了？”以前每次遇到分歧，只要他这么说，我总会妥协，因为我总觉得他们本来没有矛盾的母子关系，是因为我有了矛盾，所以我有义务弥补。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我从他兜里掏出手机：“你妈在哪儿呢？叫你妈来，我看看她到底对我有没有偏见。”傅雨兰被我盯得不自觉移开了目光，她硬着头皮拨通了电话，咬牙让我别后悔。电话刚接通，傅雨兰还没说话，那边先传来了调笑声：“你是这老太太的亲戚，别说岁数不小，还挺有料。你家这亲戚老不正经，带着儿子来勾引首富的儿媳，现在快被玩死了，来捡尸吧。”傅雨兰瞳孔缓缓放大，面无人色。我之前几次跟他说过，里面的女人不是我妈，是他妈，他始终不相信。本来在我爸妈出现的第一时刻，他就该反应过来，可惜他满脑子都是怎么讨到我的原谅，继续图谋我的家产，完全忘了这一茬。他几乎发疯一般冲到了冰库前，却迟迟不敢进去。他恶狠狠地抓住我的肩膀：“顾念晨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直都是骗我的？其实跟你来的是你家老保姆吧？你不是也总叫她妈？你别以为我刚才没看过那女人就能糊弄我。你跟我妈关系那么不好，怎么可能一起过来？”我没有否定他的话，只是怜悯地看着他。傅雨兰被我看得几乎要失控，她再也骗不了自己。推开冰库的大门，就看见了一丝不挂、被冻得浑身青紫的丈母娘。旁边那些嬉闹的保安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还当傅雨兰是真正的楼王业主。傅小姐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惩罚过这老太太了，您要是再晚来一回，她胳膊腿都能被我们玩折了。您真是大善人，这么个恶毒老太太还愿意救她。是啊，只是对她小惩大戒，让她住院几个月而已。您可真是心善。那些保安说着话，还用眼神不断瞟向我，以为傅雨兰马上就要把我送进来给他们玩。啪！我家保镖进来给了为首的人一巴掌。你敢用这种眼神看我们大少爷，小心你的眼睛！他们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没有骗他们，我就是傅雨兰嘴里的首富继承人老公。有胆小的保安膝盖一软，跪在了地上，浑身吓得打摆子。丈母娘被折磨得满身狼狈，头发盖在脸上，看不出容貌。门口不少人往里面张望。闭上你们的狗眼！外面一阵唏嘘。这时候装什么孝子贤孙？不是你自己把你妈送进来的吗？可不，他还委屈上了。听说他妈是大医院的院长，冻成这样不残疾算是不错，以后再上不了手术台了。可惜半辈子的技术还上手术台呢，被折磨成这样。大教授一辈子受人尊敬，晚节不保，人不疯就不错了。傅雨兰立刻脱下衣服盖在了丈母娘身上，过了半天才克服心理障碍，掀开了盖在丈母娘脸上的头发。她吓得摔了的趔趄，完全不能接受自己竟然把他妈伤成了这样。她抱着丈母娘立刻往外狂奔。我家的保镖想要拦住她，让她先给我个交代，我阻止了。丈母娘是无辜的，先让她去医院。保镖后退半步放行。傅雨兰刚要打开车门把他妈放进去，李航就死死拉住车门。傅雨兰，你这个负心渣女，你说过不只会让我拿到最多的提成，还会把首富的资产都给我们的儿子。现在你除了楼王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保镖给我送来了新手机，我调出自己当初买下楼王的付款票据。李航，你搞错了。李航以为我还能接受傅雨兰，眼神亮了。就听我继续说，这楼王是我去年送给丈母娘的礼物，也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李航气得发疯，使劲捶打傅雨兰。都怪你，我本来前途大好，现在得罪了院长，我肯定拿不到提成了。你还连楼王都没有，
你有什么资格做我儿子的妈？傅雨兰被他吵得心烦，她急着带丈母娘去医院，一脚踹开她就要上车。丈母娘就在这时候苏醒了。傅雨兰看见丈母娘醒过来，满眼激动，她得意地瞥了我一眼。顾念晨，你别做得太过分了，我到底还是我妈的女儿，是你的大甲方。你最好把楼王和名下资产都给我，不然只要有我在，我妈的订单你就绝对拿不到。不让我继承你顾家，你自己也别想继承。啪！丈母娘撑着力气一巴掌扇在傅雨兰脸上。逆女！她费力从她怀里挣脱，我听见了清脆的骨折声，连忙上前扶住她，又将她身上的衣服紧了紧。你当初要嫁入顾家，我以为你对念晨是真爱，我没有阻拦，没想到你竟然是狼子野心。念晨的药是市场上最好的，如果不是你从中挑拨，我为了患者负责，绝不会要李航的伪劣产品。傅雨兰没想到他妈醒来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给我撑腰。妈，我可是你亲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错了，你根本不是我的亲女儿，你只是被人遗弃的孤儿，是我可怜你，才收养了你。没想到我是引狼入室，竟然养出了个白眼狼。傅雨兰怎么都不相信，她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从万千宠爱的院长千金，前途光明的首富儿媳变得一无所有，一事无成。所以2张真的结婚证都存在了我手里。我气笑了，合着是怕偷不到我家产，怕我单方面离婚提前留了一手。他赌咒发誓，说他跟李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李航真的只是来聊工作的医药代表。既然是来跟你妈谈工作的，那你妈呢？傅雨兰脸色讪讪地站起来半晌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念晨，我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妈只缩减你20%的份额，你刚欺负了单纯小男孩，这时候就别见他了。要是让他看见你这么嚣张跋扈，肯定对你印象更不好。他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仿佛刚才我们之间的一切不愉快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满脸真心实意为我着想的模样。傅雨兰到底还顾忌着李航是孽种生父。这样吧，小男孩到底是无辜的，要怪只能怪他太努力工作了，才会在大年30来营销客户。他年纪还小，让他先回去吧，别为难他了。他不相信，想拉着丈母娘的手质问，丈母娘后退半步躲开，他求助地看向我。念晨，你能带我去医院吗？我重重点头。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，不该再跟傅雨兰这个烂人纠缠。我扶着丈母娘去了医院，傅雨兰很快跟上来，只是被我的保镖挡在门外，才没办法进来骚扰丈母娘。我妈对我这么好，我绝不可能是捡来的。你等着瞧，等我妈恢复身体，肯定会让我回家。丈母娘实在不想再见到他，让我把之前做过的亲子鉴定送出去。傅雨兰浑身发抖，几乎要拿不住亲子鉴定，她崩溃地跪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妈，我错了，你别不要我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孝顺你，我再也不会骗你了，妈。她的哭声没能敲开一位母亲已死的心门，她满脸泪痕地抬头，就看见了冷漠的我。顾念晨，你好狠的心，现在我一无所有，你满意了吗？我承认李航什么都不如你，他自私、虚伪、市侩、贪慕虚荣，但我会出轨，你就真的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你总是高高在上，我怎么都看不透你。不像他，有再多的缺点，胜在单纯。我一眼就看得出他的想法，自然觉得他那些小算计也可爱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你能摔下神坛，是不是就也能变得这么可爱？不就是给他生个孩子？只要你愿意接受他的孩子，我根本不会抛弃你。我突然觉得他蠢得可怜。傅雨兰，你一眼就能把他看透，那你知道他感染了艾滋，根本不能让你怀孕吗？傅雨兰脸上的表情僵住，她不相信我的话，觉得我在骗她。刚才还深情款款的眼神立刻被恨意取代。哪怕我把保镖送来的检查报告副本放在他面前，他也看都不看。他站直身子，一步步后退。顾念晨，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开药厂最重要的就是名声，我等你失去继承资格来求我的那天，
他笑得疯癫，转身离开。我给丈母娘找了最好的医生，她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，但依然对那天发生的事情难以释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群人并没有真的侵犯他，但对于高傲了一辈子的医学教授来说，只要是羞辱就够他无法释怀了。我也是做医药行业的，实在不忍心这样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就这么结束职业生涯。我3不5时就去陪陪他，哪怕他一直不开口。没几天，我就知道傅雨兰离开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他到网上倒打一耙，说我恶意竞争，给李航造谣，说我始乱终弃，明明是夫妻，却仗着自己首富继承人，整天盛气凌人。我之前从来没有公开暴露过身份，网友对我不了解，很容易先入为主地相信他的话。网上掀起了对我铺天盖地地谩骂，难怪之前网上一直没有首富继承人的信息，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低调，我看就是顾家知道他丢人，让人认识也只会给顾家抹黑，才不让他露面。肯定是啊，他是首富继承人，开药厂肯定有最好的资源，那本地最大的医院为什么还不全额采购他的药？甚至今年又有要缩减的消息，就是他品行不端，偷工减料呗。这种人开个小药厂都不老实，要是真让他继承了大企业可还得了。我实名抵制顾念臣继承顾家，否则就要让顾家破产，咱们所有人都不买顾家的东西。眼看着关于我的所有话题热度都越来越高，我手中的证据也快能派上用场了。可还不等我把证据发到网上，医院就先发布了一条公开声明，丈母娘亲自为我作证，我药厂生产的药是质量最好、价格最低的药，是真正的良心企业。他是全国闻名的医生，有了他证明，所有的流言都不攻自破。所有之前骂我的人都调转枪口，开始攻击起了发出这一切的傅雨兰。我的证据随之上传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傅雨兰是个出轨放，而且还鸠占鹊巢，不成就上网给正牌老公造谣。李航正是他的男小三，有之前认识李航的，甚至爆出了李航有艾滋的事。幸亏顾总早早发现贱女人的阴谋，不然保不齐还要被脏女人污染。有了网友的证明，傅雨兰终于相信了我的话，知道了李航真的有艾滋。没几天，李航就在业内消失了，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。后来我派出跟踪傅雨兰的私家侦探告诉我，傅雨兰为了报复，找人抓走了李航，囚禁折磨。出租屋里日日传出凄厉的嚎叫。我以为傅雨兰不会再来纠缠我了，没想到才过了1个月，我就在医院外见到了他。他一身褴褛，完全没有半分从前的意气风发，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。他死死抓住我的手。念晨，我病了，你能把楼王和财产都给我吗？我们相爱一场，你有给我治病的义务。我一脚踹到他小腹，立刻掏出消毒湿巾擦手。傅雨兰，你那时候满脑子都是鸠占鹊巢，觉得只要嫁给我，我们家的财产就都是你的，大概连自己签过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们签过婚前协议，结婚3年，你什么都从我手里拿不走。他几乎破防，骂骂咧咧要冲上来厮打我。看见我身后走出来的保镖，又吓得后退。他到法院起诉我说我离婚不给他分财产，法院根据协议进行判决，傅雨兰什么都没得到，我们成功离婚。离婚那天他满眼都是不舍。念晨，如果我没有出轨，如果我没被感染，我们是不是不会走到这一步？我觉得他的话有些可笑。一段感情从开始就是一方的算计，那无论有没有发生波折，都注定要无疾而终。他还想纠缠我，就被一双斜刺里伸过来的手挡开。我挽住裴妙的胳膊，介绍一下，我门当户对青梅竹马的未婚裴妙。如果没有你，感谢你让我明白了捞女不可靠，老婆还是得找知根知底的。傅雨兰的眼神一点点暗了下去。本以为我们的纠葛会就此结，没想到1年后，他却在我加班到深夜离开公司时，突然从路边冲出来。他竟然要强行感染我。我爱你，念晨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他不知道给我闻了什么，我四肢发软，差点挣脱不开。啪！好在裴妙及时出现，给了傅雨兰一棒球棍，把他直接打晕，送去了监狱。警察去他房子查的时候，才发现李航老早就死在了他的出租屋里，只是被他一直冻在冰箱里，才没有传出尸臭。傅雨兰终于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。丈母娘在我的陪伴下恢复了精神，我们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。因为药厂的经营成功，我继承了顾家的所有产业。我一时间忙到起飞，甚至连裴妙跟我约好试婚纱的日子都差点忘了。我不开心了，要老公亲亲才好。我笑着亲了他一口，他立刻喜笑颜开。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丈母娘也来参加了。你是个很好的男人，就得这样的好女孩才配得上。我笑着点头，一切不美好都死在了昨日，未来的我只会花团锦簇，人生美满。婚礼的喧嚣散场后，日子便滑入了安稳的温柔里。裴妙不是傅雨兰那般满肚子算计的女人，她生在医药世家，父亲是国内顶尖的药理学家，母亲经营着连锁药房，打小和我一起长大，知根知底。
性子温润却不软弱，通透又拎得清。我们的相处没有刻意的讨好，也没有藏着掖着的算计。晨起一起吃一碗粥，傍晚我处理完工作回家，他总会留一盏灯，温着一碗汤，闲话几句家常，便觉得满心都是踏实。丈母娘的身体恢复得不错，虽手腕上的疤痕消不掉，偶尔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，但经了傅雨兰那档子事，她反倒放下了从前的骄傲，性子柔和了不少。她依旧是医院的院长，只是不再事事追求极致的体面，闲暇时会来我们的住处坐坐。裴妙手巧，总会给她泡上一壶她爱喝的金骏眉，陪她聊聊天，说说医院的趣事，讲讲我药厂的新进展。三人围坐在一起，倒真有了几分一家人的暖意。那日丈母娘来，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放在桌上，推到我面前，语气带着几分歉意：念晨，之前3年是我糊涂，被傅雨兰那丫头蒙在鼓里，对你多有误会，还差点毁了你的药厂。这盒东西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我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一块成色极好的和田玉牌，上面刻着平安顺遂4个字，雕工细腻，一看就是用心之物。我抬眼看向丈母娘，她避开我的目光，轻咳一声：别多想，就是觉得你这孩子不错，配得上妙妙，也算是我给你赔个不是。裴妙在一旁笑着打圆场：妈都这么说了，你就收下吧，这可是妈亲自去玉器行挑的，挑了1下午呢。我拿起玉牌戴在脖子上，冰凉的玉触到肌肤，却觉得心里暖烘烘的。谢谢，过去的事都翻篇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丈母娘的眼眶微微泛红，点了点头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掩去了眼底的情绪。她这辈子无儿无女，收养傅雨兰，本是想老有所依，没想到养出个白眼狼，反倒是我这个曾经被她视作眼中钉的前女婿，成了真正待她如亲人的人。药厂的生意在和医院达成长期合作后，一路蒸蒸日上。我借着顾家的资源，又和裴妙家的医药产业强强联合，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，还投入巨资研发新的药品，主打平价惠民的特效药，很快就在全国打开了市场，口碑越来越好。从前那些因为傅雨兰的造谣而对我持怀疑态度的合作方，也纷纷主动找上门来，想要达成合作。我没忘了当初傅雨兰从中作梗时，那些落井下石的人也记着，在我最困难时，依旧选择相信我的合作伙伴。待人接物，向来是恩威并施。该合作的诚心合作，该远离的绝不纠缠。药厂的经营愈发规范，前景一片大好。裴妙也没有做全职太太，她学的是医药管理，毕业后便进了自家的药房工作。如今和我联手后，她更是将自家的管理经验融入到我的药厂中，帮我梳理流程、规范制度，成了我事业上最得力的帮手。我们一起去各地考察市场，一起参加医药行业的峰会，一起在实验室里和研发团队讨论药品的配方。闲暇时便一起去旅行，看遍山川湖海。彼此的心意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。转眼到了年底，药厂举办年会，我邀请了丈母娘和裴家父母一起来参加。年会上，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，看着身边笑眼弯弯的裴妙，心里满是感慨。我拿起话筒说了些感谢的话，最后看向裴妙，声音温柔：今年最大的收获不是药厂的蒸蒸日上，而是娶到了我的妻子裴妙，往后余生风雨同舟，携手同行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裴妙的脸颊微红，眼里却满是笑意。丈母娘坐在台下看着我们，嘴角也挂着欣慰的笑，举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。年会结束后，我们一家人去吃年夜饭，依旧是请了国宴主厨上门，只是这一次没有虚情假意的算计，只有一家人的其乐融融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还在跟念晨置气，觉得他嚣张跋扈不懂事，没想到一转眼竟成了一家人。这就是缘分，兜兜转转，还是自家孩子靠谱。我看着满桌的亲人，心里满是庆幸，庆幸当初及时发现了傅雨兰的阴谋，庆幸和丈母娘冰释前嫌，庆幸最终娶到了裴妙，这个知我懂我，陪我走过风雨的女人。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幸福下去，却没想到傅雨兰的阴影竟还没有彻底散去。开春后，我和裴妙一起去南方考察市场，回来时刚下飞机，就被一群记者围了上来，话筒纷纷递到我面前，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。顾总，听说你前妻傅雨兰在监狱中确诊艾滋病，还声称是被你传染的，这是真的吗？顾总，傅雨兰说你婚内出轨，还家暴她，逼得她不得不出轨。李航，这是事实吗？顾总，傅雨兰还说你为了霸占她的财产，故意设计陷害她，让她锒铛入狱。对此你有什么解？我皱紧眉头，裴妙立刻挡在我身前，对着记者冷声说：各位记者朋友，傅雨兰因故意伤人、非法拘禁、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，他的话毫无事实依据，纯属造谣。我们会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，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，传播谣言。
保镖很快上前将记者拦开，我牵着裴妙的手，快步离开机场。坐在车上，裴妙握紧我的手，轻声安慰：“别生气，傅雨兰就是狗急跳墙，想拉着你一起下水，我们不用理他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清楚，傅雨兰在监狱里还不消停，定然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果不其然，回到公司，助理就将一份资料放在我面前，告诉我最近网上关于我的谣言都是一个匿名的账号发出来的，而这个账号的背后牵扯到了我药厂的几个竞争对手，他们想借着傅雨兰搞臭我的名声，搅黄我的生意。我看着资料，眼底闪过一丝冷意。商场如战场，竞争本是常态，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立刻让人收集证据，一方面起诉傅雨兰造谣诽谤，另一方面调查那些背后搞小动作的竞争对手，收集他们违法经营的证据。裴妙也帮着我一起处理，他利用自家的人脉，很快就查到了那些竞争对手的把柄，他们要么偷税漏税，要么生产假冒伪劣药品，证据确凿，一抓一个准。与此同时，监狱那边也传来了消息，傅雨兰之所以会在监狱里造谣，是因为那些竞争对手给了他家人好处，让他故意这么做，想要逼我妥协。只是傅雨兰没想到我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反而直接拿起法律的武器将他告上了法庭。法院很快开庭审理，庭审现场我拿出了所有证据，包括傅雨兰出轨、李航的证据、李航确诊艾滋病的检查报告、傅雨兰非法拘禁并杀害李航的证据，以及他在网上造谣的证据，铁证如山。傅雨兰无从抵赖，最终被判处追加刑期，并且需要公开赔偿我的名誉损失。而那些背后搞小动作的竞争对手，也因为违法经营被有关部门查处，药厂被查封，负责人被判刑。一时间，医药行业风声鹤唳，再也没人敢轻易招惹我。经了这件事，我的名声不仅没有受损，反而因为行事果断、依法办事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，药厂的生意也更上一层楼。傅雨兰在监狱里得知自己追加刑期，又得知那些背后帮他的人都落了网，彻底崩溃了。他试图在监狱里自杀，被救下来后便变得疯疯癫癫，整日嘴里念叨着我的名字，说我对不起他，说他这辈子都是被我毁了的。我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傅雨兰的下场都是他自己选的，他一心算计，贪慕虚荣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最终作茧自缚，怨不得任何人。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安稳。只是经过这件事，我和裴妙的感情愈发深厚，我们更加珍惜彼此，也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。不久后，裴妙怀孕了，这个消息让一家人都欣喜若狂。丈母娘特意推掉了医院的工，来我们住处照顾裴妙，每日变着花样给她做营养餐。裴妙的父母也时常送来各种补品。我更是推掉了不必要的工作，尽量多陪在裴妙身边，看着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，心里满是期待。10月怀胎，裴妙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，白白胖胖的眉眼间像极了我。真好，真好，顾家终于有后了。我看着襁褓中的孩子，又看向躺在床上虚弱却满脸笑意的裴妙，心里满是幸福。这辈子有妻有子，有亲人相伴，事业顺遂，夫复何求？孩子满月时，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满月酒，邀请了亲朋好友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酒会上，丈母娘抱着孩子，接受着众人的祝福，脸上满是欣慰的笑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又拉着裴妙的手，将我们的手叠在一起，轻声说：“念晨，妙妙，往后好好过日子，把孩子抚养长大，妈这辈子也就放心了。”我和裴妙相视一笑，点了点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孩子渐渐长大，虎头虎脑的，十分可爱。丈母娘依旧是医院的院长，只是渐渐开始培养接班人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享受生活上。她时常带着孩子去公园玩，教孩子认字，给孩子讲故事，祖孙俩的感情极好。我的药厂也越做越大，不仅在国内站稳了脚跟，还开始拓展海外市场，将我们的平价特效药卖到了世界各地，帮助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裴妙也成了我的贤内助，不仅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在事业上给了我很多帮助。我们一起将药厂打造成了国内医药行业的标杆企业。偶尔我也会想起傅雨兰，想起那段和丈母娘互恨的3年，想起过年时那场啼笑皆非的队长，只觉得像一场梦。那场梦让我看清了人心的险恶，也让我懂得了珍惜眼前的幸福。如今我脖子上依旧带着丈母娘送我的那块玉牌，平安顺遂4个字，时刻提醒着我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。那年春节，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依旧是国宴主厨上门，满桌的珍馐美味，孩子在一旁嬉笑打闹，丈母娘和裴家父母聊着天。裴妙坐在我身边，给我夹了一块我爱吃的红烧肉，轻声说：“老公，新年快乐。”我看着他笑着回：“新年快乐，老婆。”窗外烟花绽放，绚烂了整片夜空，屋内暖意融融，欢声笑语不断。那些曾经的尔虞我诈，那些过往的恩怨纠葛，都早已消散在岁月的长河里。如今的我身边有知冷知热的妻子，有活泼可爱的孩子，有视我如亲人的丈母娘，有真心相待的亲朋好友，事业顺遂，家庭美满。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花团锦簇，人生美满。
而这一切都源于当初的那场对仗，源于及时止损的果断，源于珍惜眼前的智慧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皆是平安顺遂，皆是岁月静好。孩子忽然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又拉着丈母娘的手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爸爸，外婆放烟花了。”我抱起孩子，丈母娘笑着跟在一旁，裴妙挽着我的胳膊，一家人走到院子里，看着漫天的烟花，嘴角都挂着幸福的笑。烟花一冷，却绚烂了瞬间；岁月漫长，却温暖了余生。这世间最好的幸福莫过于此，家人在侧，灯火可亲，岁岁年年平安喜乐。